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诺画室，这里是 Alex。今天我们会画立方体2点透视的起形部分。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画板、素描纸、美纹纸、橡皮和2B 铅笔。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起形的时候如何把这个物体的角度、形状给画准呢？一开始我们先仔细观察整个立方体在纸的一个位置。它是靠上呢，还是靠左、靠右？我们都需要去确定一下。比如说这个点，我们先把它定为最高点。怎么确定最高点的位置呢？我们如果是根据整幅画的比例来去计算的话，那这个点它应该是整个画面高度的几分之几的一个位置。我们通过对图片的一个目测，大概分析一下。然后是最低点，也是一样，通过纵向的比例对比。我们在看纸的比例对比的时候，进行你的实际物体以及图片的一个对照，偏差不要太多因为这是一个草稿以及打形的过程，我们可以不断的调整，所以这些点位不要一开始画的太过于清晰，是会进行调整的。然后是最左、最右 ，OK， 我们最左、最右、最上、最下都定完之后呢，我们开始画物体离我们最近的这条边。我们大概的物体要画在这个方框里面。那画的过程中呢，同学们注意，先从前面开始这个物体呢，它其实有一点轻微的3点透视我们先把它当成2点透视来理解。先画这条离我们最近的这个高度线，这个位置我们要确定一下，大概是正方体的整个高度整个正方体从后面到前面的这个正方体的距离的3/5的位置吧。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竖线如果你是画2点透视的话，这个竖线其实要画的特别的垂直，因为它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往里收的一个倾向。那我们可以先让它倾斜一点点同学们把握不好的话，就可以直接画垂直线都没有问题。画完这条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斜边的绘制斜边的时候注意它的角度我们先画一条线看一看很多同学觉得我第一条线画错了，心情很糟糕其实在素描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一个不断试错的阶段先画出来看一看反复的对照这个线条的角度是起高了呢，还是起平了呢？我们不断的去观察直到我们发现其实好像没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画下这条斜边，我们要一一对应，画到上面就直接画下面，因为它是同一个面，而且有一个我们通过第2节课的一个2点透视的了解，它其实这些线是会汇聚到一个点上的，对不对？看一下这条线起的怎么样？反复对照，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一开始画的太长了一点呢？我们先检查斜边我感觉斜边好像起高了，我们进行调整。现在的试错就起到了作用，特别是素描的绘制不要想着总是一步到位除非你训练了特别长的时间，对形体的把握非常的了解。像我这边的最右点定的有点不对我再进行一个更改，会有一点点调整，这个线条应该比较垂直一点。
OK， 我们这个形状画完了，再反复的进行一个检查。检查完毕，我们进行另外一个侧面的线条处理啊，这个位置它就比较陡了。我们先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它的形状，素描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来确定它的一个角度的状态啊。同学们在画这个比较窄的这个面的时候，很容易把两条线画平行啊。注意，它这边也是汇聚到一个点上的啊。我们不断的用笔进行一个对照测量，然后把垂直线补上。我建议这一步同学们用长直线来绘制。好，它其实有3条斜线啊，我们不懂的同学可以拿出上一幅，我们不理解的同学可以回到讲2点透视理论的这个视频再看一下啊。它这边也是3条都能汇聚到一个点，如果平行的就不对了啊。所以很多同学在定这个点的时候，直接把点画上连线啊，很容易造成一个失误啊。我们最好是斜边进行一个整体的绘制，我们以线来画。前后要进行一个变化啊，后面要收窄一点，前面是最长的。我们画到这一步再看一看啊，我这个地方有点夸张，我再进行一个处理。OK， 先把对的画出来，然后再把错的擦掉。很多同学觉得画错了马上擦掉啊，这样你这个错的线条起不到它该有的作用。画完之后，我们再检查一遍前面的长，后面的短，竖线跟竖线进行检查，斜线跟斜线进行检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外面的一些轮廓线条多出来的擦掉。这一步是草稿啊，用笔大家要轻一点，建议使用2B 铅笔。好，这个起形呢，我们再进行一个颜色的区别。这个颜色的区别可能跟我们画透视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用4B 铅笔把前面的线条，这个偏暗的线条画重一点点。如果是这边的，我们就可以让它浅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灰面，线条的颜色应该跟明暗是一致的。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但是我们这节课在起形的阶段把它明确。你看有的地方对的不是很准，我们需要去调整。好，这一步我们就到这里。如果您对本次影片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分享、按赞。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